芊芊啊，爱记起赞购、起订阅、起刷介绍给你所有的朋友哦。看到桌上这些泡面就知道我们又要来开箱泡面了。上一次开箱2024年台湾泡面的前10名嘛，然后是全脸的榜单。这一次呢，我们又找到一个新的了，这个是南洋风味泡面的10大品牌排行榜。但首先呢，它少了一个我很喜欢吃的南洋风味的泡面，排行榜口味稍微跟我有一点点不是很准。然后这一次呢，因为它的那个排行榜，它就只有写品牌，没有写说那个品牌的哪一个口味，所以呢，我们就找了它给的这几个榜单里面，在网络上讨论度最高的，我们就一起来开箱吧。我现在最期待就是这个鲍鱼面，我们在加克安娜。但我私心觉得第一名可能会是妈妈面，因为我觉得网络上讨论度非常的高。然后有一些人呢，在网络上推荐说，他们觉得那个南洋风味的泡面呢，只要没有写到妈妈面，就有人说怎么可以没有它。那我们现在先来撕第10名是谁，我们就依序给它撕起来。这胶带真紧。嗨，李眼。然后这个梨眼泡面，其实我本人是吃过的，但是我要特别讲一下，我觉得它整个包装感觉让你觉得非常的精致，而且它只要泡3分钟就好了。怕亏起谁啊呢？哎呦，这个河粉啊呢，还有附一个叉子。我要首先给它夸奖一下，它这个里面有那个水要到拿的这个线，大家一定会觉得，可是在台湾很常买泡面都会有线啊，没有，很多真的都没有线，颜色很像霸王会出现的粉红酱。我那时候买了一大箱，然后想说，哎呦怎么办？就刚好要拍这系列，就顺便把它吃掉了。它其实一包平均下来30多块，不过里面就是真的就是只有酱料包，然后跟河粉，东西其实蛮少的。好烫，等一下，楼上不给拍片呢。你不要看它的颜色看起来轻轻的，它其实口味上算是重的。然后我觉得它的 MSG 的感觉比较重一点点，我自己觉得它偏咸。不过它的口味上，你喝下去的时候，那个牛肉的香味其实还蛮够的。河粉啊是带有 Q 度的那一种。因为我之前想说碗装只能泡1碗，好麻烦哦。我那时候好像菜3碗吧，想说要煮成一锅，结果呢用煮的，它的那个面条就会容易烂，所以这一款一定要用泡的，而且时间内就要打开了。好，吃完了这一碗 Lion， 我对它的评价是，我觉得如果你要再加工挤柠檬或涮牛肉片下去，它一定会变得更好吃。但是如果你单吃它的话，我觉得吃完会稍微有一点点空虚。然后我个人是属于尝鲜可以，然后不一定会回购。如果我今天有想要加工的话，我才会回购。可是它也不能煮热汤。那我们呢来看一下第9名是谁？嘿 ，V。接下来这个呢是 V 龙，嘿，对，就是这个念法。它呢也是河粉，然后它这一间呢，它其实有分很多不同种类的河粉，然后还有牛肉啊、鸡肉、海鲜等等。然后我今天买的这个呢是鸡肉风味的河粉。哎呦，而且我发现，因为都是河粉，河粉热量其实不高，像这个热量才285，我钠含量，我靠，2100耶！好，这个打开，这好像。不一样哦，但打开还有这个哦，不过它里面也有叉子，然后跟2个粉包，感觉像刚刚的重播那种，会这样，就这样不是一样的吗？我们来做一下正确的泡法好了。好，算了啦，算了，我揉一下，好，来加热水。你最好是开包的时候才给我敲，气死我了。它的味道比刚刚还要再没有那么锐利一点，因为我觉得刚刚的牛肉味它其实有点 MSG 加太多的感觉，就是它是香，可是它就加太多，你舌头就会有点刺刺的。然后这个比较温和一点。哎呦，哦，碎。它的河粉本人的那个本身是有香气的，然后吃起来的口感跟刚刚有点不太一样，因为刚刚是 Q 啊，这个是有点软 Q 的。但我们说实在话，我觉得它吃起来不太像河粉，有点像台湾口味的面。那软罐头的肉给大家看一下，台湾那种咖喱包鸡肉啊，你咬到那种就是软罐头会有那种碎碎粉粉的那种感觉。吃完了这一款，我觉得它也是需要加料的一款，然后我个人也是尝鲜可以，但我不会回购它。好，
现在呢已经是2个河粉了，究竟我们的第8名会不会换另外一个口味呢？哦，金厨麻蜜来哦，终于哇！我超级期待吃这一款的。这个呢，我都叫它血福，我不知道原来它名字叫金厨。这个其实我在之前疫情期间的用泡面走世界的那一集，我里面有讲说血福系列，我个人就是很喜欢它的蓝色的，但我很久没吃它了，不知道它是不是跟我印象中一样，不要变哦。等下来泡它，是吗？这是椰奶吧？我不知道会有 Kinsa 来的呀。好的，鸡粉。它就是拉萨口味蛋奶哦，这颜色感觉好像蛮对的哦。目前看起来好像用煮的会那浓稠感好像会比较明显。啊，差不多，但椰奶味再更重一点会更好。因为呢，我其实蛮喜欢百胜厨的拉萨面，它有分很多种不同种类，它的血福系列都是鲜浓派的。然后那时候一直觉得它的蓝色包装吃起来跟百胜厨有一点点像，但百胜厨的味道再浓郁一点点。因为百胜厨比较偏贵，你知道吗？所以有时候就是想要省钱的话，我就买它，因为这个是很久以前那时候吃过的。很鲜很浓，你会觉得好像它应该要咸很多，但其实咸度差不多。然后它味道再厚一点，还有那个海鲜的味道跟很浓郁的味道。唯一我觉得有点小缺点是，我觉得它面条的有一股味道比较重一点点。大家如果没吃过拉萨，一定要去马来西亚跟新加坡吃一下。哇，那个这丢白饭下去，升天。我记忆中其实椰奶味再重一点。由于今天要吃10碗，汤全部喝完，我怕我会带。然后这一款呢，对我来说尝鲜可能会回购，不一定看心情。然后我会推荐大家，如果买它的话，喜欢椰奶味很重，可以再加一点椰奶。然后它因为它比较鲜浓嘛，用煮到最后，准备差不多要起锅的最后30秒，把豆芽菜丢下去，然后让它就是维持那个脆度，在吃它的时候，我觉得浓郁，然后再加上豆芽菜的那个新鲜的脆感，然后清爽的感觉合在一起，我觉得是最刚好的。然后如果大家有兴趣，可以试试看它的其他口味，像咖喱拉萨，那个是它最热门的口味。下一个，那我们直接来，什么意思？吐丢咖喱。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第7名是谁？哦，洋洋啊，洋洋，泰国的泡面呢？我没吃过洋洋哎。哦，洋洋上面还有一个菜，萨瓦迪卡，长得是这样子。洗好的样子长这样子，酸辣虾风味面很香哎，那个它其实跟妈妈最常见大的那个酸辣泡面闻起来味道很像。这是不是有你的那个宽粉味道？哪有？我们宽粉一滴匀哦。私心，抱歉，我们宽粉今天喝假，我跟你讲，那时候在用口味的时候，这样不会太酸吗？这样不会太辣？没有，它是泰式，它就是要这样子。这样不会太？不会。哇，很好吃哎，就是麻麻的味道。我们等一下一定会知道麻麻，我们再来2个比较一下。但它的鲜味，我觉得是那种鲜但不会很刺激的那一种。然后它的面条是带 Q 的，不会糯，而且你看这样整条很完整的那种类型。出乎意料哎，这一间它的口味啊，它的酸辣面它有分浓汤跟清汤版本，然后浓汤是有加奶。哦天哪，那我很想，这个是正常版本，那我想要喝看看浓汤哎。哦，还要加一个蛋哦。不还要挤柠檬下去？哦，这个超搭，柠檬一定搭爆。洋洋你谁呀？洋洋你怎么会这样子？我怎么会不知道你嘞？Made in Thai。完蛋了，目前吃到这个第7名了。虽然是风格不一样，但是目前洋洋最好吃。好，吃完了这款洋洋酸辣面，我会想要回购它，而且呢，因为它有分清汤跟浓汤口味，我的话会想要再买看它的浓汤类型。然后如果大家要吃的话，可以再自备个柠檬，然后再煎一颗荷包蛋，然后是有点油炸的放下去，我跟你讲，赞。下一款。接下来来到我们的第6名了，哎呦，我们终于要吃一半了哦！美极了，美极，马来西亚的国民泡面，它是来自瑞士的品牌，但是在马来西亚深耕多。瑞士的品牌，
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美极乐咖喱风味的面，打开就长怎样？你看侧面包装会觉得它有点像统一面，因为又红色又黄色。哎呦，哎，只有一包哎，闻起来有点那种印度咖喱的味道。Go。来了，我们的美极的美极泡面好了，这个还蛮特别，是我刚刚发现它的泡面后面有写说它有放了非常多的香料在里面。据说马来西亚人称泡面叫美极品牌的名字是正确的，有没有马来西亚的观众帮我解惑一下？有点好奇，因为他推荐说一定要加一些就是其他的蔬菜或什么之类的，所以呢，我们现在纯泡它看起来有点微微的稍微空虚了一点。哦，很像那种日式的那种咖喱汤饭的那个汤头的味道，它其实味道算蛮重的。辅助一下，我觉得它要加东西，因为它的辛香料的味道其实蛮多的，蛮丰富的。可是你入口的时候呢，你会觉得就是嘿很重，嘿没了。感觉好像少了一点什么，可能就是少了他说的蛋跟蔬菜吧，因为可能刚刚依序开下来的味道都比较浓，所以对我来说这个是浓郁，可是比较偏薄一点点的浓郁系，就会觉得好像比较还好一点。可是它面条啊也是带有 Q 度的，还 OK。好想吃咖椰吐司哦。之前去马来西亚那支影片，下面就有一些观众说他是马来西亚人，但他很少吃咖椰吐司。我想说怎么可以？这连后加物件你居然很少吃，我帮你。好，吃完了这一个美极了 Maggi， 我觉得整体吃起来对我来说，我觉得蛮有趣的，因为它入口的时候，它有点像是印度咖喱的感觉，然后它也真的放了很多香料，所以你入口的时候其实还蛮香的。但我因为可能是前面吃了蛮多款的，所以我对它我觉得尝鲜可以，可是我就不一定会回购，可能会看心情。好，我们现在来，终于要进到我们的前5名了。我们先来看一下第5名是谁。它的话，我们选的是它讨论度最高的咸蛋黄干拌面。这个呢，算是观光客如果去越南一定会少货的品牌。像是干拌面，这里还给你一个滤水孔很像日本泡面的感觉。哇！哇！哎呦！哇！等一下，我已经闻到咸蛋黄的香味了。哇！这个咸蛋黄真的炸开耶！我只是把它倒出来，它整个味道就已经很惊人了。整个鼻子冲，然后它不给你呼吸的感觉，还以为在吃臭豆腐那个香味。受一下这个咸蛋黄拌面。哇，非常咸蛋黄，而且我觉得它有点神奇，是它连那个咸蛋黄有点刷的感觉，它都有呈现出来。而且入口的时候那个香气非常的浓，可是我觉得它自己至少吃起来没有闻起来那么的，你会很想要阻止你的鼻孔吸入这个味道。这个我觉得还不错可是我觉得吃一碗比较刚好，这吃多了可能会腻。它没有蛋臭味，这点很加分。面条口感也蛮好的，不会软。完了，干拌面馆就这么快速。这个呢，整体而言，我觉得尝鲜可以，但我不会回购它。可是我今天如果去越南玩，或者我今天想要买伴手礼，我一定会买它。我觉得它的特色感非常的重。然后因为像它里面的有一些倒热水啊，就是做成拌面，然后跟它的咸蛋黄的整体的味道，其实我觉得都还蛮有一定的水准的。我觉得大家有兴趣可以试试看，算是蛮香的。好，下一款。来了，我们的第4名喽，终于快要进到前3了，真是兴奋。A1， 终于开到它了。其实今天本来就是想要开 A1 最热门的这个咖喱拉沙面，而且这里面还有一个徽章。但是同时间我们也找到一款，它有一个鲍鱼面，感觉超屌，所以呢，我们就2个一起来开箱看看。荣获国际美味3星大奖，你不觉得它整个包装看起来特别的高级吗？然后有一个拉萨的那个粉包跟一个咖喱包，然后我们也来开一下它的鲍鱼的是长怎样。内有鲍鱼哦，哎呦，一个粉包，然后跟一个软罐头。
来咯，我们的2款 A1 的咖喱拉萨跟鲍鱼面都煮好了。我跟你说，现在整个房间里面全部都是鲍鱼面的那个中药材的那个味道，很像在喝补汤，还是在香港那种喝那种就煲汤的那种感觉。然后我们先来吃鲍鱼面好了，因为咖喱拉萨的味道应该会是最重的。要打还真的有2颗鲍鱼在那里。中药味非常浓，还蛮香的哦。他说还有放八角、桂皮、马芹跟胡椒，喝起来有点鸡汤感。然后因为刚刚倒出来不是有鲍鱼跟它的那个酱汁吗？其实我觉得它鲜味对我来说比较还好一点点，因为我是完全照它的顺序下去煮的。可是其实我觉得汤头喝起来有一点点面条的那个味道，然后这一点对我来说是微微扣分。它上面写龙马标，龙马标是什么意思？它的面条有一点巴库得味。怎么会这样？我们来吃看它的鲍鱼，鲍鱼看起来不利亚碎啊呢。你要咬很多下才会有鲍鱼的味道出来，因为它外围其实跟那个酱汁的味道差不多，淡雅系鲍鱼味。我们现在呢换来吃咖喱拉萨面，来感受一下这个。刚打开。哇，它的盐呐、放超多，哎呦，感觉完全长在我的心土上。哇，擤个鼻涕。鲜虾no， 我跟你说，很多泰式料理它都会有那个格格的那个虾酱嘛，它完完整整那个虾酱的味道就在里面，然后呢再配上椰奶味，鲜浓奶，好吃哎。可是它唯一对我来说有一个小小的缺点，是因为它的虾酱刷感呢，其实会比较明显一点点，它就不是那种滑顺浓郁的那种汤头啊。可是我觉得它是好吃的，而且它的咖喱味哦，这个赞哦。大家有兴趣可以买买看它，它跟百胜厨的那种拉萨面跟椰奶味重的不同路数，但也是吃起来比较容易腻口的那一种类型，所以我觉得大家也是可以丢一些豆芽菜跟豆包吸一下它的汤汁，那个豆包到最后会吸满它格格的汁，咬下去有点爆汁，我觉得那感觉蛮好的。吃完了咖喱拉萨面，我的裙子。A1 的这2款最受欢迎的是咖喱拉萨面，我觉得大家可以买来尝鲜看看。然后对我来说，我觉得不一定会回购，是因为它虾酱味特别的浓，你入口的时候那个鲜味是整个炸开，浓郁感也是炸开的。但椰奶味对我来说，刚不是感觉加很多吗？但我觉得香气其实因为虾酱的味道很重，所以它基本上盖过了几乎全部。然后但它有提升了它的那个浓郁感。然后这个呢，就不是加那种蛋了，这个就是要加水煮蛋。然后这个鲍鱼面的话，就是没有中我觉得对啦，但是送人蛮漂亮的这样子。大家买它，顺便买个面包吧，那种发棍啊，沾一下呢，赞。来喽，我们现在来到我们的前3了。我觉得我不会那么快撕到妈妈，第1名不是妈妈就是印多。那我们来看一下第3名是谁。看吧，我就说前2名一定是这2个，我就说 Picnic， 然后这一款呢是泰国的泡面，我其实也没有吃过，然后它跟洋洋一样也是泰国，其实当地也是蛮热门的泡面，就除了麻辣之外，然后它这一款呢是泰式酸辣虾风味的杯面，哦，终于有杯面可以选了，噔噔噔，哦。它也不是纸杯耶，这个一样也是越南的那个泡面一样，也都是这种类型的杯子。然后这个原产地是泰国，滚水又到加水线，加水线超低耶，你看，哇，很少哎，有面有办法烂吗？60克，吃宵夜，加热水 ，Picnic。泰式酸辣虾风味杯面，好了，先跟大家说一件很笨的事情。我们刚刚不是说，它没有那个水线吗？结果就发现它外面有一个，你的水线在这里啦，它在外面，没有料想到，为什么是在外面啊？加热水的时候，外面的线你就要这样啊。不过它这个呢，你也可以就是用微波的方式。我现在热气熏天，这个吃了直接烫伤得死。它现在闻起来味道其实没有到很重。哦，不错，它味道蛮重的，辣没有明显，它是酸感比较明显一点点。好，
款的 Picnic 的泰式酸辣风味杯面，它很适合你想吃泰式，可是你怕辣，口味上比较偏淡的人，因为有些泰式口味其实算偏重，它整体的泰式感都有，然后只是它的味道就没那么辣，然后酸度也够，我觉得蛮开胃的。只是我个人是比较很泰的人，我会比较喜欢像洋洋那种，就是再浓、再鲜、再酸一点的那种类型。好，下一款。来了，我们的前2名，我刚刚是不是说了这2个一定会是其中一个第一，其中一个第二？果不其然，你看萨瓦迪卡，差点要讲卡布萨米达，哎呦，银多面跟我猜的完全不一样，但是差不多，因为前2名嘛。那我们的第2名的话就是我们的妈妈了。这个就是第2，这个就是第1了。那首先我们先来吃麻辣面，它曾经入选全球10大美味泡面，然后它最受欢迎的口味其中一个就是泰式虾味面，就麻辣的面在泰国非常的有名嘛，所以大家就统称只要是泡面都叫麻辣。然后泡面的全文叫做妈咪滚三雷路，哎呦，来喽，终于我们的麻辣面好了。然后麻辣面其实最受欢迎的是酸辣虾味面跟绿咖喱口味的，我选了一个我自己比较喜欢的酸辣虾味面。然后它这一款呢，目前开箱起来唯一有做双层的，你这样捏起来比较不会被烫到，这点我觉得蛮贴心的。哇，而且它有虾子本人的，你有看到吗？今天总共吃了3款酸辣面，我来看一下哪一个是我最喜欢的。哇，抱歉了 Picnic， 首先你会是第3名。酸感刚好，那个辣感在嘴巴里面有点刺激感，整个就开胃到一个不行。这个再加一颗蛋，什么都要加蛋，但这个加蛋真的不得了。我觉得洋洋的虾感会再重一点，鲜感会再重，可是它的这个酸辣感啊是很平衡的 balance 的。这2款我都会买，好不好？洋洋跟麻辣面2款酸辣面我都会买它。有没有吃过洋洋跟那个麻辣的？你们可以跟我说你们比较喜欢哪一款吗？还是也是2款都觉得不错，然后就交替吃，因为不同的酸辣感。哇，吃完了，我觉得麻辣面还是好吃。它那个干燥虾其实咬起来是有口感，而且咬下去的时候那个鲜感会出来，然后整体而言酸度跟辣度跟香度我觉得也很够。但是我觉得它跟洋洋。洋洋说为什么一直叫我？因为它2款我觉得我没有办法比较，可是因为我煮泡面很喜欢加料，我可能会喜欢洋洋再多一点，它那个整个味道会很像在外面买的那种冬阴功的感觉。但是麻辣也是好吃，所以取决于你个人比较喜欢吃哪一款。我也蛮好奇大家如果2款都有吃过，比较喜欢哪一款，欢迎跟我推荐。好。噔噔噔噔噔噔噔，印多班炒面。大家应该不陌生吧？就是只要讲到国外泡面最喜欢哪一款，很常会提到这款银多面。所以呢，我们就来吃一下这银多面。我上一次吃银多面其实是非常久以前的，然后它是重量杯，怎么可能买轻量杯？泡面就是要吃大碗的。把豆芽也喜欢加下面加泡面，哦，舒服。完了，小凶，而且小凶。而且呢，我个人是非常不喜欢泡面撕开不好吃的，为什么会这样子嘞？还有我们整个把它跳掉，你就如何？它上面有一个沥水口，非常的贴心，就是你要沥水的时候你可以撕啊，它这么容易破，我要怎么撕开沥？也是辣惨啊，所以我等一下撕开滤水口，哎，我撕开的只有我的心，没有滤水。它总共有5个酱料，它是不是要先泡啊？对，再加进去。对，哎呦，我忘记了。我们的银多面现在用好了，然后很多人都说月底就是靠银多面来撑它比较没有钱的时光。哇，很香哎！哎呦，网络上有超多银多面2创料理。哎，我觉得它变好吃，怎么会这样子？它面条还是偏软，可是不会糯糯的，它有一股甜咸的味道，有点台南感。就给你一个酱包，给你一个面之后，你只要再稍微加一点料，就会很像是外面去买的那种炒面的感觉。就是它也是需要再2创的那个料理，因为你单吃它还是会觉得有点空虚。好。吃完了这一款我觉得银多面啊，对我来说，我也是尝鲜，然后不一定会回购。我今天会决定要不要回购它，就是取决于我今天如果有没有想要换口味。它会是我如果要煮的时候，一定要2创加一些料，因为单吃它那种甜咸感觉啊，其实吃到第2、3口的时候会稍微有点腻。OK。
开箱完了我们的这个南洋风味泡面的10大品牌排行榜，不知道大家看完之后有没有最喜欢哪一款或最想吃哪一款呢？我先讲我私心蛮喜欢的，首先就是养羊真的是有点出乎我意料，因为我第一次吃它真的是活讲。然后再来的话就是 A1 的咖喱拉萨面，我其实有一点点纠结，其中一个点是我觉得它的刷感，就是它的纤维感有点明显。可是它的汤头其实是我喜欢的类型，不过它口味很重，所以我觉得大家吃的时候还是要注意一下，就是如果你自己本身是清淡口味的话，我觉得你可能一定要加一些柠檬，加一些虾子或者其他的海鲜或者豆芽菜之类，让它的味道就是多一点清爽的感觉去交替，你才不会觉得就是太重口。其实我觉得如果以伴手礼要送人的话，我觉得扣是蛮推荐的，因为我觉得咸蛋黄这个很特别，然后它又没有臭味，这点我觉得很加分。个人私心的话就是麻麻。然后跟我有点纠结的 A1， 然后扣是送人的，然后跟羊这几款是我比较喜欢的。大家如果也有其他推荐的那个南洋风味的泡面的话，也可以在下面留言跟我推荐。其实像越南我没有去过，印尼我也还没去过，所以我刚刚吃完之后莫名好像就是有到他们当地游玩的感觉，真的蛮有趣的。也希望大家会喜欢这支影片。如果大家喜欢的话，记得在下面留言。也非常感谢大家今天看这部影片，就先这样，拜拜。我们终于拍完了。远方有个鼓掌，我想说我的声音怎么还会有回音呢？你看这空碗摆起来多么的嚣张啊！我最近看的韩国的那个电影啊，然后我忘记名字叫什么，恐怖都不知道邻居谁在那边敲，那部片我觉得